Hello everyone， 大家好，我是牡蛎。今年是龙年，所以应该很多龙的商品。这个看得到马的神社是哪里呢？还有这个商品大家知道吗？猜得到吗？记得要开启细细之目哦。这次我们要去京都，在京都车站搭4号公车到这个地方，鹤茂大社。这里是上鹤茂神社，它跟下鸭神社合称为鹤茂社。这是以前的豪族，京都的豪族他们所设立的一个神社，有上鹤茂神社跟下鸭神社。接着我们就进去里面参观参拜吧。上鹤茂神社它比较不在大部分的观光客会去的地方，所以这里观光客是比较少，大多会来这里的都是日本人或在地人。上鹤茂神社它据说是电子业的守护神，所以其实很多工程师或是从事电子产业的，他们都会来这里参拜。除了厄运的去除、开运，还有电子业哦。京都的3大祭典魁祭，就是从京都御苑出发，像这样的队伍，然后经过下鸭神社，最后的目的地就是上鹤茂神社。它在每年的5月15在京都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提早订房哦。接着我们看到左边有一个马，这里是真的马，它可以让你喂食，付一点费用，也可以直接奉献一些钱，毕竟养马很贵。除了喂食马之外，你也可以只跟马拍照，当然也是要付一点费用啦。祭神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雷，但拜的其实不是雷神，是防止落雷的意思，堪比雷神还要强大。它可以保佑电力啊、铁道、机械、IT 产业，是很少见的范畴。这2座白沙砾沙后面还有3片松叶，这个是神明降落的时候的一个结界，一个标记。之后我们就接着要来进入正殿了。进入正殿之后，其实我们都在排队，因为1月的时候刚好是日本人他们历年新年参拜的时候，这是龙年，所以它也有一个龙的标志放在这外面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排队的人潮，还有这里有很多新酒，酒商都会拿新酒来这里祭拜奉献。排队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年纪大的会拿着氧气筒，真的很佩服他们，一个人拿着氧气筒。等待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飞机。对了，京都没有飞机场，大家知道吧？这也是酒商所奉献的。等待的过程中就多看看点这些华丽的装饰吧。这是大河剧由吉高由里子所主演的《至光之君》，它跟上鹤茂神社很有渊源，所以这里有很多展示。接着参拜完主殿，想给大家听一个东西。这里也有许愿木，就像会马一样，付300块，是右手边这个木条。接着这里是片子玉山神社，这里跟
指示部也很有关系，因为他以前也很常来这里。这里很有名的就是元节，它的会码也很特别，是一个爱心的形状。人太多，有的人就会在外面直接参拜。这里很推荐大家来，因为观光客还蛮少的，然后很多都是当地人，也不是在京都的观光区，所以很推荐大家来这里。这里也有假日市集，这里的牵丝也很特别，是这3种的造型：八只鸟、茄子还有龙年的。我买了这个茄子的，茄子上面有2片叶子，这2片叶子就是著名的葵记的标志。下次见咯，上贺茂神社，希望我可以去还愿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谢谢你的收看 ，Next time see you.